学会用1颗鸡蛋在家做蛋糕胚子，你就能解锁任意尺寸的戚风蛋糕，松松软软，绝对不比蛋糕店里的差。而且还是家庭极简版做法，新手小白也能一次学会，可以跟着视频做起来，保证能成功。这是我调试了好几次的配方，比较稳定，不容易开裂，而且也不会回缩的很严重。这个配方我会放在视频的后面，大家有时间可以试做一下，松松软软，很好吃。咱们这1个鸡蛋呢，正好是够做1个4寸戚风蛋糕的。这个鸡蛋的重量呢，大约是带皮在65克左右，然后还有15克的牛奶或者是水，10克的玉米油或者是其他气味淡一点的油啊，还有20克的低筋面粉或者是普通的中筋面粉，我用的是中筋面粉。最后呢，还有12克的糖，就这些材料就可以了。不管咱是做几寸的蛋糕，制作的过程是一样的。咱们首先要准备2个干净的盆儿，尤其是咱们打鸡蛋的这个盆儿，一定要让它无油无水。咱们把鸡蛋给它打进来，然后咱们捞出蛋黄，放到另一个盆里。咱在蛋清里直接加入12克的糖，来一点白醋或者是柠檬汁，这样呢能帮助蛋清打发，也能去一点蛋腥味儿。然后咱们用电动打蛋器啊，开中高速，就是3档4档来打发这个蛋清。咱们把蛋清打发到出现这种比较细密一点的纹路，然后咱们转动打蛋器，提起打蛋头，配有这样的小尖角，就是很尖的小尖角，而且不容易晃动就可以了。咱们这个蛋清呢，不要打发的太过，打发的太过呢，烤出来蛋糕就容易开裂的很严重。也不要打发的太软，如果你打发的太软呢，咱们烤出来的蛋糕整体口感就容易偏湿，然后回缩的会很严重。我认为最好的状态就是这种比较尖的直立的小尖角。好了，这样的蛋清咱们就处理完成了，咱就把蛋清先拿到一边备用。拿出刚刚分离好的蛋黄，咱们在里面加入10克的玉米油，15克的牛奶，20克的低筋面粉或者是普通面粉，然后咱们用一个蛋抽把它们全部搅匀。咱把这个蛋黄糊呢给它搅拌到没有面粉颗粒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拿出刚刚打发好的蛋清，把拌好的蛋黄糊呢全部倒进去。因为咱们用的是极简法，所以操作起来呢很快，所以咱们就可以先打发蛋清，后搅拌这个蛋黄。然后我们用翻拌的手法啊，把这个蛋黄糊和蛋清呢给它拌匀。好了，给它们全部拌匀就可以了。这样呢，1份4寸的戚风蛋糕糊咱们就完成了。然后咱们拿出4寸的戚风蛋糕模具，把拌好的蛋糕糊呢倒进去。我这个4寸的戚风模具呢，它不是加高版的，所以呢蛋糕糊还剩了一点，我又装了一个纸杯蛋糕里面。咱们装戚风蛋糕糊的时候呢，切记不要装的太满，8分满足矣了。烤戚风蛋糕呢，我们都是用145的温度来烤啊，烤箱提前10分钟预热好，把咱们的蛋糕呢放在烤箱的中下层，然后4寸蛋糕的烘烤时间呢，一般是在30分钟左右。时间到，咱们出炉，看一下。教大家一个判断蛋糕有没有完全熟透的小技巧啊，就是咱们的蛋糕呢，你看它长到最高点，然后又回落下来一点，再轻轻的按一下，它能快速的回弹回来，就证明它已经完全熟透了。咱把这个蛋糕取出来，轻震一下啊，震出里面的热气团，然后咱再给它倒扣放凉。咱们这个戚风蛋糕为什么不能装得太高？看一下这个纸杯蛋糕呢，就是装的有点过于高了，它就会长出这样一朵像蘑菇云一样的蛋糕层，不仅不好看，而且它一会儿呢也会回缩进去，所以呢咱们尽量不要装得过满啊。等着完全放凉以后，咱就可以脱模了。看一下，这就是咱们用1颗鸡蛋做出来的蛋糕，1个小4寸，还有一个大一点的纸杯蛋糕。同样的做法呢，我还烤了8寸的和6寸的，分别是用了5颗鸡蛋和3颗鸡蛋，都特别好。蛋糕的表面呢也不会开裂的很严重，很松软。有需要配方的，大家可以自己截下图。这样咱们有了配方，学会了做法，以后就可以在家任意解锁各种尺寸的戚风蛋糕了。